讲到这儿，又有一个是非题来了。有人说，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都喜欢去热门景点，不喜欢去小众地方。这话大错特错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年轻人不喜欢跟着旅游团打卡热门景点，反而喜欢去那些小众安静的地方，比如云南的大理、丽江，浙江的乌镇、西塘，四川的稻城亚丁。我们觉得那些小众地方没有太多的游客，能更好地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，能更放松地享受旅行的快乐，不用人挤人，那种感觉才叫旅行嘛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，去年来中国，没有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热门城市，反而去了云南的大理，在大理待了半个月，租了一间 homestay， 每天早上起来看日出、逛古城、喝茶，下午去洱海边上散步、拍照，晚上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聊天喝酒，过得特别惬意。他说，比起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，他更喜欢大理的安静和松弛。在这里，他能放下所有的烦恼，真正感受到旅行的意义。回去之后，还一直跟我们念叨，说下次还要去大理多待一段时间了。还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喜欢去新疆、西藏，虽然这些地方离马来西亚很远，气候也很恶劣，但我们就是喜欢那种挑战自我的感觉，喜欢那种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。我们说，新疆的草原、雪山、湖泊，西藏的布达拉宫、纳木错，都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美景。哪怕路途遥远，哪怕气候不适，也值得一来。毕竟这么美的风景，一辈子能看几次呢？多弄，一定要去一次啦！唠完了旅游目的地，咱再来说说第二个灵魂拷问，也是很多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最头疼、最崩溃的问题：为啥很多马来西亚人就是不习惯中国的气候？说真的，这事儿说起来都是泪。很多马来西亚人来中国之前都觉得，不就是气候不一样吗？忍一忍就过去了啦。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。中国的气候简直就是对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大型考验。很多人都被气候整惨到怀疑人生，甚至有人说，下次来中国一定要把整个衣柜都带来，多弄多弄，不然真的扛不住。首先，咱得先说说马来西亚的气候。马来西亚属于热带雨林气候，全年高温多雨，温差特别小，平均温度在26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。哪怕是所谓的凉季，气温也很少会低于20摄氏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马来西亚人一年到头穿短袖、短裤、拖鞋就够了，不用准备厚衣服，不用面对寒冷，不用面对干燥，每天都是夏天的感觉，舒服得很哦。而且马来西亚的降水很丰富，全年降水量能达到2000毫米以上，经常会有午后雷阵雨。降雨来得突然，持续时间也不长，下完雨之后，天气会变得很凉爽，很舒服，那种感觉真的太爽了。但中国不一样啊，中国太大了啦，气候复杂到不行，南北差异、东西差异超大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气候能差出一个四季来，真的太神奇了，但也太折磨人了。我们马来西亚人习惯了全年高温多雨、温暖湿润的气候，一下子来到中国，面对中国复杂多样的气候，自然就适应不了了，各种翻车现场层出不穷哦。最让我们马来西亚人崩溃的，首先就是中国的寒冷，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寒冷。很多马来西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雪，一辈子都没感受过零下的温度。来中国北方之前，我们对寒冷的理解就是稍微有点凉，穿件薄外套就够了啦。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，自己对寒冷的理解简直就是太肤浅了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，来中国长沙读书，本来以为长沙是南方，不会太冷，结果冬天一来，直接被长沙的湿冷上了一课哦，冻得他怀疑人生。他说，他本来以为中国南北都有暖气，结果没想到长沙没有。那种冷哦，是湿冷，冷到骨头里，怎么捂都捂不热，坐着不动都能发抖，比在大马吹空调还冷啦。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身体虚，后来才发现不是自己虚，是自己太天真了。他说，北方的朋友跟他说，他们零下10几度，在家都能穿短袖，他听了都想哭，因为他在长沙的宿舍冷到像冰格一样。我的天，晚上写论文手都在抖，洗澡全靠勇气，每天晚上都要抱着暖水袋睡觉，泡脚桶从来不离身。他还开玩笑说，我从马来西亚来长沙留学，不是来求学的，是来修炼冷功的啦。多弄多弄，
谁来救救我？还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冬天来中国北方旅游，比如哈尔滨、沈阳，本来是想来看雪、玩雪，结果刚下飞机就被冻傻了。他们只带了一件薄外套，结果下飞机之后，寒风一吹，瞬间就冻得瑟瑟发抖，赶紧在机场买了一件加厚的羽绒服，还是长款的，裹得严严实实，像个粽子一样。但就算这样，还是觉得冷，手伸出去5分钟就冻得通红，连手机都冻关机了。这在马来西亚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真的太夸张了啦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第一次看到雪，兴奋地在雪地里打滚，结果滚了没2分钟就冻得感冒了，流鼻涕、打喷嚏，浑身不舒服。后来整整感冒了1个星期，都说再也不玩雪了啦，太折磨人了。结果第2天看到雪，还是忍不住凑上去，那种又爱又恨的样子，简直太可爱了。我们总说中国北方的冬天就像把冰箱搬到了户外，呼气都能看到白气，说话都觉得嘴冷，连呼吸都觉得费劲，那种寒冷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，真的太可怕了。除了寒冷，中国北方的干燥也让我们马来西亚人崩溃不已。马来西亚的湿度很大，全年湿度都在70%到80%之间，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皮肤都比较水润，很少会有干燥脱皮的情况，不用天天涂保湿霜。但中国北方的冬天湿度特别低，只有30%到50%，甚至更低，空气干燥的不行。很多马来西亚人来北方之后，第1天就会觉得喉咙痛、鼻子干，第2天皮肤就会开始脱皮、紧绷，嘴唇也会干裂，甚至有人会流鼻血，真的太难受了啦。我那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北方旅游，带了一大堆保湿霜、润唇膏、护手霜，每天都涂好几遍，但还是觉得不够，皮肤还是很干燥，嘴唇还是会干裂。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干燥的空气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干得睡不着觉，只能起来喝水、涂润唇膏，有时候早上起来鼻子里还会有血丝，吓得他以为自己生病了，还问我是不是中国的空气要吃人啦，怎么这么干燥。他还开玩笑说中国北方的空气干燥到能把人榨干，下次来一定要带个加湿器，还要带一瓶矿泉水，随时补水，多弄多弄，不然真的扛不住。有人说，那你们马来西亚人去中国南方总该适应了吧？南方也是温暖湿润的气候。这话又错了。中国南方的气候虽然也是温暖湿润，但和马来西亚的温暖湿润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很多马来西亚人去中国南方照样不适应，照样被气候整惨，真的太无奈了啦。首先，中国南方的夏天简直就是火炉，温度高达35摄氏度以上，甚至有时候会达到40摄氏度，而且是闷热，比马来西亚的热还要难受，真的能把人烤熟哦。马来西亚的热是那种湿热，但因为有海风，所以会稍微凉爽一点，而且经常会下雨，下完雨之后天气就会变得很舒服。但中国南方的夏天没有海风，湿度又大，就像在一个蒸笼里一样，闷热到喘不过气，连呼吸都觉得费劲。那种热是那种黏腻腻的热，身上总是湿乎乎的，就算洗完澡没过几分钟又会出汗，衣服贴在身上特别不舒服，真的太折磨人了啦。